2026年7月26日，林子崴用6局無失分的完美內容，告訴全台灣，樂天桃猿的奪冠拼圖最後一塊終於到齊了。捨棄洋投，改補強力洋炮，為了這張季後賽門票，樂天的豪賭到底有沒有希望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報。我們要來深度解析上周中職發生的那些瘋狂事，以及樂天桃猿最近那個讓全聯盟都平息的戰力大實驗。上周的賽事真的是劇烈動盪，不管是新軍台鋼雄鷹的崛起，還是樂天這場捨洋投補洋炮的豪賭，都讓我們看得熱血沸騰。真的，上周的聯盟版圖出現了劇烈動盪。但在進入正題之前，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還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頻道商店正式上線嘍！現在就點開底下資訊欄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結束後來商店逛逛，裡面有我們精選的職人好物，帶走喜歡的商品，就是給頻道最實質的鼓勵哦。如果看下半季的戰績概況，可以發現聯盟呈現出雙雄並進、中段焦灼、底部掙扎的鮮明態勢。目前，樂天桃猿與台鋼雄鷹同以8勝5敗的戰績並駕齊驅。台鋼雄鷹在下半季的異軍突起，無疑是本季最大的戰略變數。其教練團在洋將輪替與本土野手定位上的明確化，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。而味全龍與統一獅則是以7勝7敗緊隨其後。反觀富邦悍將與中信兄弟，在下半季開局顯得步履蹣跚，勝率跌破40%。若未能及時止血，恐怕會提早退出下半季冠軍的爭奪行列。但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遠到全年度戰績，味全龍依然以超過60%的極高勝率穩居龍頭，顯示出他們深厚的投手陣容與戰術靈活性。中信兄弟只是面臨嚴峻考驗，全年度勝率僅有35%左右，落後首位高達19.5場勝差。這說明了球隊在投打兩端皆存在結構性的長期缺失。接着來看看上周的團隊進階打擊數據，中信兄弟的攻擊數據堪稱歷史級別的，標準化攻擊指數高達157.4，這意味着他們的攻擊產能超出聯盟平均57.4個百分點。除了單場狂灌19分的賽事拉抬數據外，他們極少追打壞球，被三振率僅10.8%，是聯盟最低。相對地，台鋼雄鷹的純長打率達到0.131，位居聯盟第一。這表示台鋼打線並非僅靠短程安打，而是具備實質的長打威脅。魔鷹、王柏融與曾子佑等核心打者，不僅能穩定上壘，更能在得點圈有人時提供決定性的長打。這種結合低三振率與高長打率的進攻模式，是台鋼上周能拿下4勝的核心動能。反觀富邦悍將的進攻金序，簡直是災難性的低迷，團隊打擊率僅0.165。雖然他們的保送率居聯盟之冠，但因為極度缺乏長打能力以及過高的三振率，導致進攻往往在保送上壘後便戛然而止。接着看投球數據，樂天桃猿上周的投手群表現只能用統治級來形容，其防禦率低至1.676，而排除了守備影響的獨立防禦率也僅有2.591。這歸功於他們高達21.3%的奪三振率，從根本上阻斷了對手的串聯攻勢。富邦悍將的投球數據也與樂天不相上下，但他們的成功並非建立在高三振率，而是建立在極致的控球能力上。富邦的保送率僅4.4%，是全聯盟最低，高達3.61的三振保送比，顯示投手能精準將球控制在好球帶邊緣。陳世鵬的那場94球無4死球完封勝，就是這種控球哲學的最佳寫照。台鋼雄鷹雖然上周取得4勝，但團隊防禦率卻高達5.2。深入觀察後會發現，這主要是因為對手的場內安打率過高，以及低到不行的殘壘率。這顯示台鋼在守備布陣上存在破綻，或者是遭遇了極端的壞運氣。而中信兄弟的投手群表現也不佳，核心問題同樣在於保送過多。菲力士在單局投出5次保送的極端案例，就是這種結構性問題的縮影。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今天的重頭戲，就是樂天桃猿的土投3本柱驗證。在7月下旬這周，樂天端出
了純本土的先發輪值。這3位年輕投手陳克毅、林子崴與曾家輝合計吃下19.2局，僅失3分則失，展現了令人窒息的壓制力。先聊聊曾家輝，這位21歲的新生代本格派火球男，他在面對富邦悍將時，主投7局，飆出9次三振，且未有保送。他擁有最快151公里的速球，搭配滑球與指叉球，三振率高達23.2%，在依賴變化球生存的本土投手群中極其罕見。他具備了洋投等級的實力，為這套本土輪值提供了最缺乏的純粹力量。然後是26歲的陳克毅，他與曾家輝的剛猛截然不同。陳克毅依賴的是極致的變化球軌跡，他的曲球轉速高達3000轉。高轉速帶來的劇烈垂直下墜，讓打者極難掌握擊球甜蜜點。他的場內安打率僅有0.154，意味着打者面對他時，多半只能擊出無效的軟弱球。最後一塊拼圖，林子崴更是精彩。這位24歲的左投，在回歸先發的首場比賽就交出6局無失分，僅被敲1安的完美成績。林子崴上半季主要負擔長中繼，吃下了34.2局，是陣中的無名英雄。他的回歸補齊了輪值中必須的左投元素。進階數據顯示，他有極佳的危機處理能力，殘壘率高達100%。這3位本土投手在防禦率、每局被上壘率與三振率上，上周甚至超越了球隊的王牌洋投威能帝。這種本土先發洋投化的產出，讓樂天高層敢於放棄多找一個洋投，轉而將名額投資在洋炮威克與道威勝身上。而在探討雙洋炮戰略時，絕對不能忽略樂天那條純本土的牛棚防線。上周莊昕諺、呂永貞、蘇峻彰、舒志浩、陳冠宇與王志璇這6位投手合計出賽15場，吃下15.1局，防禦率是完美的0。蘇峻彰近期將直球均速提升了3到4公里，達成了連續10場出賽無失分的壯舉。這群無名英雄的穩定性是樂天戰略得以落地的隱形基石。因為年輕的本土3本柱體力條大約只能吃下5到6局，這意味着每場比賽平均有3到4局的空缺需要牛棚吃下。沒有這群本土投手的堅壁清野，雙洋炮在比賽前段打下的領先，很容易在後段付諸流水。說到雙洋炮，這就要提到身高196公分的威克。雖然名義上是雙洋炮，但因為道威勝目前陷入嚴重低潮，被下放2軍。上周樂天的外籍火力輸出幾乎全靠威克一人。他在日本職棒讀賣巨人隊曾有過單季23轟的恐怖數據，來到中職後，他在大巨蛋的初登場就開轟。從數據上看，威克加入後，樂天的團隊純長打率從0.071飆升至0.089。更有趣的是，在特定期間內，威克個人就貢獻了全隊近50%的實質進攻產能。他每獲得1次打擊機會所創造的得分效能，是其他隊友平均值的7倍以上。這讓人不禁想拿他跟台鋼雄鷹的魔鷹做比較。魔鷹是中職目前的洋炮標杆，擊球出速極快，且擅長飛球革命。威克雖然樣本數還小，但他在大巨蛋的2發全壘打都直接扛到左外野第2層看台，顯示其絕對力量絕不亞於魔鷹。不過威克有一個極端的特徵，就是跟魔鷹相反，他高達94.4%的擊球都是飛向左半邊，這是一個極度極端的極端拉打型巨炮特徵。這意味着各隊的情搜系統很快會針對他進行極端的防守布置。威克未來是否能維持破壞力，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將外角球推向右半邊，或是強大到能無視布陣直接把球轟出去。不過，這場捨洋投補洋炮的完美劇本背後，其實隱藏着巨大的風險。這個風險就建立在年輕本土先發的體力紅線上。中職的夏日賽季非常悶熱，曾家輝、陳克毅與林子崴目前雖然處於體能高點，但隨着8、9月季後賽衝刺期的到來，年輕投手的撞牆期是歷史數據中無法避免的鐵律。一旦本土先發防線崩盤，牛棚必須提早打卡上班。蘇峻彰、莊昕諺這群投手將面臨過勞風險。如果牛棚疲乏，即便威克單場能打下很多分數，球隊仍可能在末段遭到逆轉。這就是缺乏外籍投手調接局數的最高風險。所以樂天的農場深度就顯得很重要。
如果三本柱有人倒下，目前22歲的右投手劉家祥是頭號替補，他在二軍的防禦率維持在低檔。5月曾上到一軍對決富邦悍將，交出5局無自責分的內容。另一位備案是邱俊威，雖然他近期被定位為中繼後援且表現優異，但他過往具備豐富的先發底子，在緊急時刻能擔任假先發。但這兩人的穩定度與一軍經驗都還不及現有的三本柱，所以樂天走的是一條高風險高報酬的奪冠路徑。總結來說，樂天要能順利登頂有3個關鍵條件。首先，本土先發的防禦率必須維持在 4.0 左右的合格線。在雙陽炮火力掩護下，本土先發不一定要場場零失分，只要能穩定吃下6局左右，樂天的得分產能就能確保勝率。第二是鮑威勝加派調整與適應中職環境。如果威克與鮑威勝這2位洋炮能在8月組成真正的雙洋炮連線，樂天的進攻將會讓對手絕望。最後是教練團對牛棚的精密管理，必須在非高張力比賽中果斷讓勝利組牛棚休息，避免在9月的卡位戰中集體失速。樂天桃猿在2026年的這場豪賭，無疑是近年中華職棒最具觀賞性的戰術實驗。陳克義的魔幻曲球、鄭家輝的霸氣速球、林子維的精準左腕，共同築起了最亮眼的本土防線。這道防線賦予了球團無限的戰略空間，讓威克這樣的強力重炮得以盡情綻放。雖然這套陣容的容錯率極低，猶如在狂風中的鋼索上騎行，但棒球歷史告訴我們，當一支球隊擁有最強大和長打產能，並搭配高三振率的年輕投手時，他們實際上已經具備了衝擊總冠軍的條件。沒錯，只要能跨過漫長賽季的體能撞牆期與傷病紅線，樂天桃猿這場史無前例的豪賭，或許有機會在10月的秋風中迎來最豐碩、最令人震撼的回報。今天的野球特報就到這裡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並分享給更多喜愛棒球的朋友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